13号至15号，第2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约50位非洲领导人将应邀出席。这是美国时隔8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并承诺未来3年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支持。但非洲舆论纷纷问项目在哪里？美方还在峰会上抹黑中非合作，非洲国家怎么看？来看报道。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14号晚，拜登总统夫妇邀请与会的约50位非洲领导人在白宫共进晚餐。沙利文还宣布，美国承诺未来3年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在经济、卫生和安全方面为非洲提供支持。U.S. will commit $55 billion to Africa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3 year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to tackle the cor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舆论质疑这550亿美元从哪里来。据美媒报道，截至11月初，今年以来，美国对最大的援助对象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为186亿美元，目前已经引发美国舆论的反弹。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马坦博表示，8年前的第1届美非峰会没有让非洲国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一次美国也没有拿出有形的项目。智库机构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就指出，美国惯于在非洲兜售无形的内容，包括美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内容，然而并不符合非洲发展的实际情况。非洲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形项目。这么多年以来吧，也出现了这种信任赤字啊，因为美国说的挺好听啊，到头来呢，最后啊也都没有完全的兑现。所以，但是非洲国家也有另外一种心态哈，他们也希望美国方面能拿出一些帮助，因为非洲现在面临这个像粮食危机还有这个燃料危机，还有财政危机这3重危机叠加。另据非洲媒体报道，非洲领导人非常关注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非洲成长与机会法》。这部法案允许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商品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但法案将在2025年到期。目前，美方在这一法案的延期问题上态度模糊。非洲领导人这次将当面要求拜登澄清相关立场。按照第2届美非峰会的议程，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3在美非商务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莫利菲表示，本次峰会的重点不放在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而在改善美国与非洲领导人的合作关系。但美国防长奥斯汀却打脸莫利菲助理国务卿。奥斯汀在与多名非洲总统举行小组讨论时，刻意提醒非洲领导人，他宣称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日益扩大，可能会破坏非洲的稳定。奥斯汀还说，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每天都在上升，并形容中非经贸合作面不断深化是令人不安的事。但不安的恐怕只有美国。美国《纽约时报》就提醒奥斯汀，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持续增长，去年创下261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美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已缩减至640亿美元，仅占美国全球贸易额的1.1%，不到中非贸易额的1/4。《纽约时报》感慨到，美国忽视非洲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现在把俄罗斯跟中国绑一块儿，其实本身就是想让中国也背负一点这些舆论上的不好的这些名声我觉得连非洲朋友恐怕都觉得要笑掉大牙因为我们在那做的全都是经济合作、修路架桥，本身就是在奠定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奥斯汀防长妄议中非贸易合作向非洲国家兜售中国威胁论，中国驻美大使秦刚12号在出席一场论坛活动时就予以驳斥。秦刚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援助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国际社会应当为非洲人的利益着想，而不是把非洲变成大搞地缘政治游戏的地方。秦刚表示，在向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方面，中国已经兑现，而美国却失信于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和好兄弟，中非合作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光明磊落、成果丰硕，受到非洲人民真诚欢迎。美方应当尊重非洲人民意愿，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非洲发展，而不是在抹黑、攻击别国上面大做文章。
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多名记者关注正在召开的美非峰会。发言人在回应中反复强调，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谁是真的为非洲好，非洲人民最有发言权。而反观美方的一些政治人物，借着峰会的场合，指责中国将破坏非洲的稳定，说美国才是非洲的首选合作伙伴。对此，汪文斌今天多次强调，希望美方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合作。对于美西方媒体经常拿来说事的所谓债务陷阱，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今年7月在分析了49个非洲国家的6960亿美元的外债后承认，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总额的约1/4。要说债务陷阱，美西方才是非洲最大的陷阱。非洲知名经济网站经济金融近日刊文指出，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放债附加大量政治条件，企图借债务问题插手非洲国家政治，是造成当地政局混乱的根源之一。而且与中方借贷最大的不同是，美西方的债主要都流向非生产领域，因此只是书写而非造写，给当地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美方对非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非洲当然不愿意看到所谓的新冷战这样的局势爆发，他不愿意看到什么大国呀到非洲这儿来搞什么大国竞争这里需要的是发展这里需要的是合作所以这是当然是非洲的他的一种担心，不愿意这种选边站队呀。除了经济方面，白宫还透露，拜登将在本次峰会期间宣布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拜登还将推动非洲大陆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界还注意到，1个月前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方就已经明确表达了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的态度，受到非盟的热烈欢迎。而当时拜登也在巴厘岛参会。另一个被非洲媒体诟病的点是，美方虽然召集49名非洲领导人赴华盛顿开峰会，但拜登没有安排任何一场双边会谈，这与此前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如出一辙。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媒体认为，这显示了美国的傲慢。有美国媒体评论认为，由于拜登政府的不当安排，很有可能会给非洲国家留下一种美国不像中国一样关心非洲的感觉。这场峰会极有可能会成为一场仅限于合影留念的会议。时间回溯到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召开美非峰会。由于奥巴马是非洲裔美国人，当时非洲舆论也对峰会十分期待。奥巴马当时承诺要让美非峰会定期举行，办成一个经常性活动。然而，奥巴马卸任后，这份承诺就被美国政府遗忘了。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是冷战后唯一一个任内没有出访过非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美国霸权思维的言论，也多次令美非关系急转直下。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评论指出，本届美非峰会是疫情以来在华盛顿召开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美方甚至邀请了被制裁的津巴布韦等国的官员，这也凸显了美国对非洲外交的一个困境。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姆文巴就认为，由于自2014年上届峰会以来的漫长等待，美国这次是带着信任赤字进入峰会。他指出，现在所有在华盛顿的非洲领导人都要问拜登，现在的情况与8年前有何不同，对非洲有什么好处。拜登无法回避，他宣布的550亿美元对非洲援助将从何而来。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对掌控拨款权的众议院的掌控，这意味着民主党的拜登再次对非洲开出空头支票。他可能忘了，他的前任奥巴马推出电力非洲倡议，承诺到2020年帮助非洲发电2万兆瓦，然而这个承诺兑现了不到1/4。甚至于把安全这个领域也打包放在这一起那如果这550亿美元最后是不是又卖武器了，现在也未可知所以安全领域里搞一些培训或者一些这个他们自身到那去反恐是不是到时候都把这个钱都给他用上，都给他包括在里边我们当然之后要继续观察。路透社也指出，美国不断缩减对非投资，直接投资金额已经从2014年的峰值69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475亿美元，而美国对非贸易更是腰斩，从2010年的113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440亿美元。而在一带一路对非洲进行战略对接之后，中非贸易以每年约30%的速度蓬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峰会前夕，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承认，随着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超过美国，美国已经落后。他还分析称，非洲对于全球大国来说依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拥有快速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大量的投票权。在美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注中国之际，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